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体育文化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聊聊体育文化吧。是啊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呢。中国的体育文化历史很长久啊。对，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你觉得体育对中国人重要吗？当然了，大家都喜欢运动健身。很多人早上会去公园锻炼身体。是的，比如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。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体育活动呢。没错，太极拳世界闻名啊。它是中国武术的一种，非常棒。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修身养性。还有像武术、气功这些也很有名。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。它们不只是运动，更是一种哲学。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呢。除了传统体育，现代体育也发展很快。对啊，年轻人更喜欢哪些运动呢？篮球和足球在中国特别受欢迎。很多人都爱看 NBA 比赛，是吧？是的，还有中超联赛也很火爆。校园里也常常能看到打篮球的学生。体育课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。没错，从小培养运动习惯很重要。中国在奥运会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是啊，每次都让我们感到自豪呢。像乒乓球、羽毛球都是我们的强项。这些项目几乎是中国的国民运动了。很多家庭都有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。是的，周末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玩。体育不仅仅是比赛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能增进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呢。社区里也有很多健身设施供大家使用。晚饭后散步的人也特别多，很热闹。跑步也流行了，很多人跑马拉松。对，健康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了。体育精神是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坚持不懈，永不放弃。还有团队合作、公平竞争的精神。这些品质在生活中也很有用处。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呢，小美？我喜欢散步和简单的瑜伽，放松身心。我更喜欢打篮球和游泳，比较动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啊。是啊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体育文化确实丰富了我们的生活。它让人们更健康，也更快乐了。今天的分享真不错，学到很多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喜欢的运动啊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中国有哪些特色运动呢？比如太极拳，很多人都在练。对，太极拳很受老年人喜欢吧？不止老年人，年轻人也开始学了。还有武术，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是啊，武术很酷，还有舞狮舞龙。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体育活动呢。他们让身体健康，也很有美感。除了这些，你还知道什么运动？我知道踢毽子，小时候常玩呢。哈哈，踢毽子很有意思，很灵活。对，它不需要很大场地就能玩。现在的公园里也常看到人们玩。是啊，体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对了，你觉得体育对孩子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能锻炼身体和意志力。很多学校都有体育课和运动会。孩子们通过运动学会了合作精神，也能让他们释放压力，更快乐。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更受重视。是啊，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呢。运动也能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吧？对，但要公平竞争，不能作弊哦。没错，体育精神从小就要培养好。我还听说现在很多家长很重视运动。
是的，周末会带孩子去学游泳啊，或者去踢足球、打羽毛球之类的。这样很好，让孩子从小爱上运动。运动能带来很多正能量和快乐。没错，运动是最好的老师之一呢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过奥运会比赛？当然看过，北京奥运会很精彩啊。那是中国的骄傲，非常成功呢。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体育力量。我记得开幕式特别震撼人心。是啊，很多运动员都表现得很棒。奥运精神也激励着很多人去努力。对，为国争光的感觉一定很棒吧？没错，体育连接了世界各国人民。它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呢。对了，你觉得社区体育发展如何？社区里有很多健身器材和场地，很多人早上会在公园里跑步散步，还有跳广场舞的阿姨们，很热闹。这些都让人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。方便的体育设施对大家很重要。是啊，让健康生活变得更容易了。体育文化真的给社会带来了活力。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运动和健康啊。看来我们对体育有很多共鸣。是啊，体育文化内容很丰富呢。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不仅仅是竞技，还有很多传统项目。对了，你说到传统项目，我想到太极拳。太极拳确实是中国很有名的运动。很多老年人在公园里练习太极拳呢。是啊，它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处。动作缓慢、柔和，适合各个年龄层。而且还能修身养性，让人心境平和。我还听说有八段锦和五禽戏这些。没错，这些都是传统的健身方式啊。他们都强调内外兼修，很注重养生。看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博大精深。的确，这些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对了，学校体育教育方面怎么样呢？学校很重视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吧？当然，体育课是必修课，很重要。我记得我们上学时有运动会呢。是啊，运动会是学校的一大盛事。同学们都会积极参与，争取好成绩。这能培养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呢。而且还能让孩子们从小热爱运动。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的成长很关键。增强体质也能减轻学习压力吧？没错，健康的身体是学习的基础。很多学校还有足球队和篮球队呢。对，这些社团活动很受学生欢迎。有些学生甚至会因为体育特长升学。体育人才的培养也从小抓起呢。国家也很支持青少年体育发展吧？是的，这关乎国家的未来和健康。看来体育文化在教育中也扮演重要角色。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，影响深远。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心理和社交方面。对了，你觉得全民健身的口号如何？全民健身是个很好的理念和目标啊。它鼓励每个人都参与到体育活动中。是的，不分年龄，不分职业，都能运动。社区体育设施的完善也为此服务。体育公园和健身步道越来越多了，这让人们更方便地进行日常锻炼。我还看到很多人夜跑或者骑行呢。城市生活节奏快，运动能放松身心。体育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了。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很值得提倡。确实，健康是所有幸福的基础呢。体育文化让健康生活成为可能。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，真好。是啊，感觉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。中国的体育文化真是丰富多彩。是啊，
种类确实非常多。除了健身，还有很多传统运动。对了，像武术、太极拳这些，它们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。不仅能锻炼身体，还能修身养性。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太极拳。是的，公园里常看到有人在练。看起来动作很慢，但很有力量。它能让人心境平和，很不错呢。我也想找时间学一学太极拳。挺好的，对身体和精神都很好。对了，还有一些传统体育赛事吗？当然有啊，比如龙舟赛就很热闹。哦，端午节的时候会举办的那个。对，那是结合了传统习俗的活动。很多人都会去看，气氛很好吧？大家一起加油，非常激动人心啊！这种集体参与感真的很棒呢。体育把人们的心紧密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体育文化才如此有魅力啊！我还听说学校体育也很受重视。是的，体育课现在变得很重要。不只是学习，身体也要健康发展。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运动队呢。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。体育可以教会孩子很多东西呢，比如坚持不懈、永不放弃的精神。遇到挫折也要勇敢面对挑战啊！这些品质对未来成长很有帮助。真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呢。对了，我们还没聊到竞技体育呢。哦，你说像奥运会、世界杯那种？是的，那些比赛能点燃全民热情。看到中国运动员拿金牌，真骄傲。那种自豪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举国上下都为他们欢呼鼓掌呢。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也激励着大家。他们的汗水和努力都值得尊敬。体育竞技也促进了国际交流合作。是的，以球会友，增进理解吗？体育无国界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中国的体育文化真的很棒，融合了传统，也拥抱了现代发展。从健身到竞技，内容非常丰富。是啊，每个方面都有独特魅力。我们的讨论也越来越精彩了呢。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，聊得很开心。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体育故事。是啊，下次我们可以继续深入聊。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对话了。哈哈，我也是呢。聊体育真有意思。是啊，总有新的话题可以聊。对了，你觉得全民健身怎么样？全民健身特别好啊，很重要。很多人早上都在公园锻炼身体。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也很开心呢。是啊，大家的生活都更健康了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，要多动。我还听说很多学校都有体育课。当然啦，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。学生们可以学很多运动项目吧？跑跳投，还有球类运动都教呢。这对孩子们的成长很有帮助啊。不仅强身健体，还培养团队精神。体育精神从小培养起来真好。是的，从小就知道努力和合作。对了，中国传统体育也很有趣。比如太极拳和八段锦，是吗？对，这些也很受大家欢迎的。动作很慢，但是对身体很好呢。他们不仅是运动，也是文化传承。感觉他们很有东方哲学的味道。我以前也学过一点点太极拳呢。真的吗？感觉你很有耐心啊。哈哈，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。不过能尝试就非常棒了，大明。没错，体验一下传统文化嘛。我还听说武术也很有名呢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武术是中国的国粹啊。
电影里看到的功夫都好厉害的。那些都是经过很多年练习的。练武术的人都很有毅力吧？真棒！是啊，这体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体育文化真的包含了好多方面。是啊，从古至今一直在发展呢。现代科技也让体育更精彩了吧？比如 VR 运动，还有智能手环啊。对了，这些让运动变得更有趣。运动数据都能记录下来，很方便。是啊，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呢。体育与科技的结合真是太棒了。它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到运动中。这种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。我觉得中国的体育未来会更好。我也这么认为，充满无限可能。体育文化会继续影响大家的生活。是的，让大家的生活充满活力啊！每次和你聊，都学到好多东西呢。哈哈，我也是，互相学习真好。今天的分享也让我受益匪浅呢。是啊，聊体育文化真有意思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事。你说吧，什么事情呢？你知道中国有很多传统运动吗？当然知道，比如太极拳很出名。对，还有武术也很受大家喜欢。这些运动很有中国特色和历史。他们不仅能健身，还能修身养性。是的，注重内外兼修的平衡感。很多老年人都喜欢练太极拳呢。在公园里经常能看到他们练习。那种场景看着特别和谐安静啊。对了，我还听说广场舞也很流行。哈哈，广场舞真是中国特色了。不分年龄，很多人都喜欢跳舞。它让社区生活变得更加热闹有趣。是啊，大家一起运动，感觉真好。这种全民健身的氛围很棒呢。我觉得这是体育文化的重要部分。是的，体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。对了，你觉得年轻人喜欢什么呢？年轻人更喜欢篮球、足球和跑步。还有电子竞技，现在也很火爆吧？没错，电竞也算一种体育竞技了。它考验的是智力和团队合作能力。中国的电竞选手在世界很有名。是啊，为国争光，很了不起呢。体育的种类真是越来越丰富了。不管哪种运动都能带来快乐，而且还能锻炼身体，保持健康。每天动一动，感觉精神特别好。是的，运动让人充满活力和正能量。我还听说很多城市都有马拉松。对，马拉松现在非常受欢迎呢。很多人都挑战自己，完成比赛。这也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体现啊。坚持不懈，永不放弃的精神。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呢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尝试跑马拉松？哈哈，我可能要先从短跑开始。慢慢来，总会有机会挑战成功的。是啊，重在参与，享受过程就好。体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比赛，还有友谊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态度。这就是体育文化的魅力所在吧。聊了这么多，我对体育更了解了。我也觉得收获很多，很开心。每次和你聊天都感觉时间过得快。是啊，聊得投入就忘记时间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再继续聊。是啊，下次聊聊别的体育项目吧。好主意呢，你对什么感兴趣啊？我对中国的传统体育很感兴趣。传统体育？你是说太极拳那种吗？对，还有像广场舞也算一种吧。广场舞啊，那真是全民健身运动。很多大爷大妈都跳得很开心呢。
是的，我也常看到他们在公园里。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现象。没错，很有中国特色，充满活力。不仅锻炼身体，还能交朋友呢。对了，我还听说过毽子和空竹呢。那些也是很有趣的民间体育活动。我觉得他们比跑步更有技巧性啊。确实，需要手眼协调和身体平衡。你以前有没有玩过这些游戏呢？我小时候玩过毽子，踢得还不错。哈哈，那你真是个运动健将啊。哪里，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了。我觉得这些传统运动也很有魅力。是啊，应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们。对了，你觉得学校体育怎么样呢？学校体育也很重要，从小培养习惯。我记得我们上学时也有体育课啊。现在的孩子们运动时间是不是少了？好像是的，学习压力可能比较大。体育对身心健康都很有好处的啊。没错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好。希望学校能多组织一些体育比赛，那样孩子们肯定会更喜欢运动的。我还听说现在很多社区都有健身房。是啊，我家附近就有一个，很方便。社区体育设施的完善也很重要呢。对了，你平时喜欢去健身房锻炼吗？我偶尔会去跑跑步或者举举铁。保持锻炼的习惯真的非常棒啊！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，压力减少。是的，我每次运动后都感觉很轻松。体育不只是竞技，更是生活方式。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非常健康呢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体育纪录片？我看过一些，他们都很鼓舞人心啊。那些运动员的故事总能给我力量。我觉得体育精神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永不放弃、挑战自我的精神很感人。对啊，普通人也能从中学到很多呢。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，超越自我。真的，它能激励我们变得更好更强。就像我们聊的，受益匪浅，很有趣。是啊，今天真的学到不少东西。对，中国的体育文化很丰富，从太极到广场舞都很有特色。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打篮球呢。篮球场上总是很热闹的。足球迷也特别多，氛围很棒。看到大家一起运动就很高兴。体育让人们的心情都变好了。它也促进了社区里的交流啊。没错，邻里关系因此更紧密。这也是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吧？是的，体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。它不只为了健康，更是快乐。每次参与都觉得充满活力呢。我觉得体育精神很值得学习。坚持不懈和团队合作很重要。失败了也要重新站起来努力。对，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。真是积极向上的一种力量呢。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看比赛。我也喜欢看那些精彩的瞬间。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很打动我。每一个冠军背后都有很多汗水。是啊，他们的故事很激励人。希望更多人能爱上体育运动，让生活变得更加健康和精彩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义啊。我也觉得受益良多，很开心。我们聊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内容，从历史到现代的体育都有说。还有体育精神和生活方式呢。涵盖的范围挺广的这次。让我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啊。对，它不只是简单的做运动。它承载着文化和精神的内涵。体育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。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吧。没错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。
我也很享受这次愉快的聊天呢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差不多了。是的，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啊！希望你们也对体育有了思考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见面聊天。记得要保持运动，身体健康。是的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见。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再会。拜拜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聊吧。好的，大家别忘了复习，下次再见。